如果一位老哥偷走警车和阿 sa 来上一场对决，最终的胜负会是如何呢？只见前方的福特探险者突然急刹右转，道奇充电器跟在身后根本来不及反应，而同样来不及反应的还有路上的 NPC。306 wrong, I just got struck by another vehicle trying to avoid colliding. 警灯一开，悠哉悠哉，赶快去拿纸，蹲下就开始。欢迎收看《最后的自由》，讲美国老哥最后的自由。2023年4月7号，密苏里州的阿 sa 在公路上对一辆黑色皮卡进行临检时，发现车上的一位乘客身上有着管制药品，于是便对这位老哥开始了调查。但在过程当中，老哥如何都不肯透露自己的真实姓名，于是阿 sa 决定在调查清楚老哥的身份之前，先将他铐起来，以确保事态不会升级。阿 sa 用的方式还是背后反铐，那经常被铐的朋友都知道，用这种方式被铐住，基本上只能任人摆布。在被带上车时，老哥还试图让阿 sa 帮他解松一点，但阿 sa 并没有同意。没办法，毕竟在这种情况下被开走警车的不在少数。帮老哥系好安全带，调好空调后，阿 sa 便去对另一位同行的女乘客展开调查。就这样，一位拥有顶尖车技的老哥和一辆拥有顶尖性能的警车，用这种方式结合。那么问题来了，从被反铐到开走一辆警车需要多少步骤？在确定阿 sa 走远后，老哥便立刻开始了他的行动。仔细观察阿 sa 的位置后，他才解开了安全带。这一点就能看出来，老哥的侦查意识极强。而下一步就是要将背铐变成正铐。虽然过程可能会有点痛，但可以看到老哥已经成功了。他每完成一步都会停下来观察一下阿 sa， 防止阿 sa 突然杀一个回马枪。其实这种状态，经常单手开车的朋友已经能将车开走。而当他再次确定阿 sa 短时间没有过来的想法时，他便忍住剧痛，强行将左手从手铐里面摘了出来。至此，老哥的双手已经获得了自由。下一步想都不用想，那就是开走这辆车，帮自己获得自由。从被铐上警车到开走这辆警车，老哥全程没有花掉3分钟。然而比这个速度更快的是阿 sa 支援的时间。很快，一位名叫埃贝尔尼的阿 sa 驾驶着道奇充电器在路上发现了老哥。此时老哥的车速已经达到了170公里每小时。在一个短暂的会面后，两人便开始了他们的交锋。镜头切回到老哥，可以看到坐上主驾手握方向盘的他神色轻松淡定自若，不仅完全没有了刚才的紧张感，甚至这个角度来看还有点像保罗沃克。而在熟悉完车况后，车速不断的上升，一度接近200公里每小时。要知道在往期节目中宁愿购警车的不在少数，但最终的结果无一例外的都是撞车，没有一位能够善终。不知这位老哥的结局会如何？随着天色变暗，老哥也变成了黑白，难道这是一种暗示吗？回过头来聊宁愿购警车这件事儿，想把一辆警车成功开走，这个难度丝毫不亚于抢银行。像老哥这样不仅需要千辛万苦的挣脱手铐，还需要碰巧阿 sa 这辆车不能够远程关闭，要不没走几步就被远程熄火，那才叫一个尴尬。而当警车被开走后，肯定会有数十位队友前来围剿，想靠速度来摆脱完全不可能，因为所有的警车都有 GPS 定位，哪怕阿 sa 的速度跟不上，但也根本不可能存在跟丢这一说。所以开走警车在正常人来看是一件得不偿失的事情。那么这位老哥是正常人吗？让我们先来看一下战力表。好，这位老哥居然是位七星大佬，怪不得当他握上方向盘的那一刻开始，整个人都变帅了。这样看来，这场对决究竟是谁胜谁负，还有点说法。经过3分钟的拉扯，穿过一片城镇，道路开始变得越来越偏，而驾驶道奇充电器的阿 sa 也已经跟得上来。两人才刚超过一位 NPC， 老哥却是突然一脚急刹，右转进入了小路。阿 sa 因为车速过快，只能急刹停了下来，但却是被刚才超过的 NPC 给狠狠地追了尾。306 wrong, I just got struck by another vehicle trying to avoid colliding. 就这样，阿 sa 只能呼叫队友。阿 sa 被这么一追尾，晚上肯定腰酸背痛睡不好。神奇小路慢回弹深睡床垫一铺，软硬支撑都全，旧垫硬得像石板，宿舍床板也硬邦邦，换他终于不用忍，浑身顺畅心情美。租房旧垫脏男人，小路一铺换新生，隔绝脏污睡得深。榻榻米硬地板铺上随便蹦，还能秒变备用床。5D 分区设计妙，全身贴合不悬空，头肩腰腿翻身都稳稳贴合。双层德国巴斯夫记忆棉，上层慢回弹柔软包裹，平躺不空腰，侧躺不压肩，下层高密度支撑墙，久睡不塌方。微孔记忆棉透气好，雨天
天不反潮，汗多不发黄。A 类抗菌面料，无甲醛，无异味，外套也可以拆洗，底部防滑颗粒，乱滚不移位，绑带设计巧，搬家没烦恼，床垫护脊腰，健康睡眠宝，每天几毛钱，性价比超高，多种尺寸可选，双11领券，送运费险和33天试睡，2年质保，免费换新不落新，保价大促，早入手早起飞。此时两侧的画面形成了鲜明的对比，左侧的镜头是老哥马不停蹄飞速前进，右侧的镜头阿 Sir 懊恼不已，已然被淘汰出局。那么像这种情况，我想问大家，这起事故你认为是 NPC 的责任还是阿 Sir 的责任？按照道路交通法来说，阿 Sir 的这一次变道急刹显然不合理，但是别忘了，阿 Sir 所驾驶的可是开着红蓝灯的警车，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视频当中的美国，都有明确规定需要给执行任务的特殊车辆让行。而回放可以看到，当老哥驾驶的警车超过 NPC 时 ，NPC 就已经应该知道他需要主动让行和减速。如果他提前将速度慢下来，并且注意力集中的情况下，是显然可以避免这起追尾事故的。换个说法，如果这个时候阿 Sir 只减速不变道，这 NPC 难道还打算从右侧超过去吗？所以显然这起事故 NPC 的责任要更多一些。以上的分析都是我个人己见，大家有什么不同的看法，也欢迎在评论区进行讨论。但不管怎么样，受益的都是老哥。直到身后没有了氛围灯，老哥来到这条飞扑状的小路上，才是真正的施展出了他的车技。在这条仅有1车道的小路上，他的车速一度达到了150公里每小时。不仅如此，这辆 SUV 在他手上还一路漂移过弯，妥妥拉力赛的即视感。这就不得不搬出另一首 BGM 了。此时这条道路就如同老哥的命运一般，百转千回，充满坎坷，既没有方向，也没有终点，只有一辆陪他撒欢的车。既然没有方向，那么每条路都通往自由，因为这一次方向盘在他自己手上。在老哥的一顿操作下，发生了意想不到的情况。追击的阿 Sir 虽然知道老哥的方向，但速度却是怎么都跟不上。看来这位老哥的车技超乎了他们的想象。好在这个地方属于密苏里州最中心的位置，不然老哥跑出洲际线的概率会相当大。而在这条完全陌生的道路上，老哥的驾驶却是堪称完美。无论是在入弯和出弯路线上的选择，还是对车速的把控，几乎都做到了极致。都说7星大佬已经达到了不挑车的境界，但你要真给他这样一辆性能强悍的车，他能秀到让人怀疑人生。是的，你没看错，老哥在笑，他笑的是自己征服了这条道路和这辆车，笑的是从阶下囚到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，笑的是体验到了自由的快乐。但此时此刻，老哥还没有真正的获得自由。如果给他一辆没有 GPS 定位的车，此刻恐怕是早已完成消星。但现在必须得争分夺秒，尽可能和阿 Sir 拉开更多的距离，才能有足够的时间逃跑。而现在已经回到了正常的公路，这意味着前方随时都可能有阿 Sir 出现。这样跑下去，最终的结果要么没油，要么破胎。老哥必须赶紧做出决定才行。这场匹配到现在已经整整持续了20分钟，此刻老哥以绝对的优势领先。作为车技与智商同时在线的7星大佬，他深刻的知道这样一直跑下去只会让追捕的人变得越来越多。在这个时候，他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，那就是趁着自己大幅度领先，提前弃车跑路。只见他猛然一把方向，把车甩到路边，接着快速下车，向树林深处跑去。在行程完全被掌控，剩余油耗又不多的情况下，这个决定在此刻已然是最佳选择。毕竟身为7星大佬，绝不允许自己在车上被逮。而直到老哥停车后的3分钟，身后的阿 Sir 才陆陆续续的赶到现场。试想一下，双方都在全力以赴的情况下，短短20分钟的路程就被领先了3分钟，可见双方的技术差距有多大。但3分钟的时间足够车辆跑很远，却不够老哥步行消星。在阿 Sir 们拉网式的搜捕下，没能找到老哥，很快便派出了汪汪队。正所谓7星大佬也怕狗咬，最后这位老哥还是遗憾被捕。经过调查，发现这位老哥是一名惯犯，不仅长期零元购，而且还售卖制作管制药品，再加上这一次的零元购警车、逃离警察和拒捕等多样罪名，最终裁定被判处7年监禁。然而叫人意想不到的是，这位老哥仅在监狱里面服
刑的7个月，便因身体不适的原因改为5年假释提前出狱，这也算是在众多泥源购警车的案件当中最好的结局。对此，在座的各位小伙伴怎么看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进行讨论。